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剑魔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像这局的话，打刀妹的话是有点被 counter 剑魔的，而且现在的段位的话，你看他打的是国服107的一个号，基本上都是遇到高手的那种，没那么好打。这里看到第一件的话是选择做了星石，像剑魔的装备出装的话，它是没有固定的一个稳定出装的，更多的是需要看对方英雄去选择自己的出装搭配。这里的话不想让对方吃兵线，带他上来啊，让他吃到了经验。但这里的话，对面刀妹也很稳哈，知道这个兵可以那个啥的。这里的话可以看到，他每次在等剑魔起手的那一下，因为有个延迟嘛，所以刚刚 E 技能拉开就不会被他晕到，很谨慎。对面的那个控制技能教的太随意了。这里的话，被动叠满了，3级的话也是他的一个小强势期，而且等级上的话是有压制的。这里的话，打刀妹的话不要着急加 W 的话对刀妹其实没有太多效果，所以用 Q 技能就是2级 Q 的话，伤害会更高一点，舒服一点。他的被动已经续上了，那所以前期的话肯定是打不过了。满被动的话是肯定是打不过刀妹的。上来打野过来了，这样的话让打野去收这个人头，让打野的话好像有点极限啊！大招直接扑反扑，那这样的话过来帮一下打野接平 A 啊 Q 闪，想拿稳一点，免得被那个男枪反杀的机会。这里的话，打野可以看到两边的配合都很默契哈，就他也会过来帮忙把兵线推进塔，这样的话剑魔就一定不会被卡兵线，而且会吃到对方推过来的那种反推兵线。当然这里的话可以看到小地图看到刀妹的话是在那里卡了兵线的，所以这边的兵线的话还是有点不太理想啊。但有双 buff， 对面打野应该是不会往下路来的，因为从双人路往这边刷的话，肯定是得回上半野区去刷野的。一套的话，还是有可能把剑魔给秒了的，所以还是有稳一点，不敢上去直接打。这里的话，把线放进来。像刀妹的伤害其实是很高的，没那么好打的，而且满血即是斩杀线，基本上是有续航的，顶多就是说利用那个技能消耗一下它，但只要打到底的话是打不太过刀妹，会玩的刀妹啊，那不会玩的那随便你虐，但会玩的你看到对方前期的处理已经很完美了。你看到他这里打一套上来，还没有释放大招的，已经掉半血了，而且对方是选择做了那个小制裁，对于剑魔来说确实是很不好的，这样的话会限制剑魔的一个续航能力。刀妹的话，唯一限制他的就是他的蓝量，这里的话直接大招了，这里线清完，利用大招把兵线清完，快撤。打野的话过来了。有可能会撞见，那这里面刀妹是没有被动，所以可能会被打野抓死的。啊，果然是
这里龙女的话是有大招，很舒服。刀妹没有叠满，就是叠满 Q 的被动的一技能的被动的话，其实它的伤害会低很多。就平 A 的话，平 A 伤害真的很低的。刀妹的话主要是混伤，所以你更多的需要去就是极致的对攻。你出防御装，其实对刀妹并不是有什么，没什么用。为什么做星石呢？星石的话是前期可以打一个100%伤害嘛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星石打出装备被动以后，装备效果以后是有护盾的，所以对于这种混伤的英雄来说，他的护盾就是最好的一个抗伤。这边刀妹也没有领先太多，所以其实还好打的。所以这里面对面刀妹没有太多的优势，对于后期打团来说，刀妹的就是肯定是没有剑魔那么舒服。这里的话直接赶过来，刀妹也在后面一技能拉开，不要吃到控制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条小龙有了，对面男刀想来抢，但这边再慢慢赶过去。阿卡丽先送掉了一个人头，但对面位置很好，这边上引燃，把瑞兹收掉，再来找对面辅助接一个平 A， 刺死剑气收掉。这里的话大招续上来了，但对面人比较多。哦，那个竟然是给了那个男枪，我以为是瑞兹嘞。对面的话有可能想来越塔，3个人。那这样的话，回家可以星石了。装备的话还算是有优势的，这里面。这里我去差57滴血的先锋没拿到，那这样的话，娜美可以越了。直接，但队友不跟过来，那这样的话一技能拉出来，队友不敢跟了主要是后面有人来了，这样清完兵线就往后撤就行了。这波团的话，下一塔的话是给不了了，射手的话是在上面。这样的话，对面开始抱团，有大招的，其实可以打。寒冰能不能给了个大招过来？还没回家，但是感觉寒冰有点不太行。好像队友不太行啊。那打也没大招，直接上去了，把人头给又送出去了。像这把打野好像也有点打的有点不太对劲了，所以野区资源还是自己吃一点，这样的话线上会更舒服。就是自己的话，保证自己的发育优势会更好一点，就你自己能 C 的情况下。那这局的话前期来到了一个小略的机会。整体经济哈，自己这边经济的话，其实跟对面刀妹是不分上下。这波团的话其实不好打，而且没有中立资源，打赢了也拿不到什么。
后面可以看到野区的话啥也没有，蓝枪是从这边刷下去的，所以对面这边也是没有野区的，野怪的。这波线清完就得往后撤了，对面肯定有人过来的，然后把这个石头怪给刷掉。我去，对面惩戒直接把杀石头给吃掉了。这里的话立刻赶回中路，中路的话对面是少一个人，其实可以打。这里大招开出来，绕到后了，闪现 Q， 但可惜是外圈 Q， 不然的话能中心 Q 留住2个人的话但是就是有点拖节奏了。这里的话后面来找瑞兹的 W， 这里 QE 说错了，收掉瑞兹，然后男枪的话在这里，但大灭的话没了，就不要跟他打了。好了，等3项做出来，其实剑魔就开始起飞了。然后做出净化，把那个控制解掉的话，对面是打不太了的。这条龙的话，11秒的那个 CD， 对面拿刀上来有惩戒，可惜打一套。对面的话有可能抓单以后会选择动大龙，但射手死了，对面射手死掉了。这里的话找了个机会切入很好，先秒掉辅助，但瑞兹一直给输出，所以得往后拉了。这里吃到了那个大招没有的话就操作不了了，一技能穿墙拉过来。现在就是对面少2个人，所以大龙的话也是打不了的。打野的话是大后期是很强的，所以这里面就是有点就是上单现在是顶梁柱。绝活哥这边是如果只要掉点，这局就完全没有赢的机会。但是只要不掉点，一直有就是说能在团战中消耗掉对面1-2个人的减员，然后能切到后排，对对面来说就是威胁，对面就不敢乱来。这里的话，中立支援，这就有大龙了，所以这边的话，秒掉了对面的辅助闪现了。这里追的话，其实有可能会把人头给送出去，但变大的龙女确实很强势。这里一个穿墙打了对面一个措手不及，把那个男枪给秒残了。这里的话直接越塔，把对面瑞兹给秒掉。瑞兹是比较肥的，还有个刀妹，把眼一放，然后3个人直接来拿打龙就可以了。这里的话大招已经好了的，3级以后的大招那个 CD 是很快的，对面刀妹敢来吗？应该没来的。这样的话大龙是有了。这把回家把引魔刀给做出来。对面刀妹的混伤还有瑞兹的伤害的话，就可以抵消很多了。像第一条大龙的话，其实优势不是很大的话，其实很难做到事情的，必须还是得等第2条大龙。就是劣势的一方，如果拿到大龙的话，只能说是缓口气。
并没有说太多的优势，但这里龙女直接上，有点凶，还好没在塔里面被定住。那这样的话，高2塔给拿掉，然后小龙准备刷新了，准备要围绕着小龙团去打了。这里抢到个红 buff， 全队的共享红 buff。这里有大招尝试，但是对面直接交闪了，但这样的话小龙的话就有了。这里回家把那个穿甲弓做出来。为什么会选择做穿甲弓呢？因为对面这把是比较脆的，所以做穿甲弓的话，可以更好的去秒掉对方。如果你觉得对面阵容比较肉、比较难杀，那你可以选择做那个冰刃。冰刃的话打肉，然后黏住对方会更好、更舒服一些。像全部脆皮的话，所以做那个破甲弓的话就更好，2刀就能秒掉一个，就比较舒服。对面的话应该是没有技能了，所以打龙还是直接可以开龙，打龙还是比较快的。这里的话直接开大灭，找到对面的瑞兹秒掉，有闪现的可以一个 Q 闪上来，直接毁天灭地的一个攻势。那这样的话轻松的一个3杀拿下，把对方全部打回了基地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局就结束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